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对，这个话题我特别喜欢，就是兴趣爱好。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比如有的人喜欢画画，有的人喜欢运动，有的人喜欢看电影。对，我身边的朋友，有的人喜欢打篮球，有的人喜欢做饭，还有人喜欢在家躺着。呵呵，这个也算是一种爱好吧。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，兴趣爱好是什么意思？兴趣爱好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，比如你觉得做这件事很开心，你想一直去做，那就是你的兴趣爱好。对，比如我喜欢唱歌、看电视剧，这就是我的兴趣爱好。那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些常见的爱好的说法，好不好？好呀，比如看电影。看电影这个爱好很常见，你可以说我喜欢看电影。对，喜欢这个词很重要哦。比如我喜欢吃饭，我喜欢睡觉，都可以用。对，喜欢就是你觉得好的，让你开心的。那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？我最近看了一部叫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的电影。哦，那是一部喜剧片，对不对？对，喜剧片就是让人笑的电影。对，还有爱情片、动作片、恐怖片，这些都是电影的种类。对，有的词稍微难一点，比如恐怖片，就是很可怕的电影。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最喜欢哪一种电影？我最喜欢爱情片，因为我觉得很甜。我不太喜欢爱情片，我更喜欢纪录片。纪录片是什么意思？纪录片就是讲真的事情的电影，比如讲动物、讲自然、讲人的故事。哦，原来这样。那你平时也会去电影院看吗？有时候会，不过我更喜欢在家看。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喜欢边吃零食边看电影。对，零食就是小的吃的东西，比如薯片、巧克力、饼干。除了看电影，我还喜欢唱歌。唱歌，那你唱得好吗？哈哈，一般般吧。那你平时在哪里唱歌？有时候在家唱，有时候跟朋友去 KTV。对，KTV 就是我们可以唱歌的地方。对呀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 KTV 唱歌、聊天。你知道唱歌的歌还有别的意思吗？就是歌曲，对不对？对，歌曲就是歌的另一种说法，比如一首歌、一首歌曲。刚刚我们说了看电影、唱歌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爱好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，旅行。对呀，旅行真的是很多人的最爱。那我们先来教大家一个词，旅行。对，旅行就是去别的地方玩，去看不同的地方。对，比如你从北京去上海玩几天，这就是去旅行。有时候我们也说旅游，意思差不多。对，不过旅行听起来更正式一点，旅游更口语一点。那我问你，小夏，你喜欢一个人旅行，还是和朋友一起？我喜欢和朋友一起旅行，因为一个人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单。对，我也喜欢跟朋友一起拍照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笑，感觉很开心。对，拍照就是用手机或者相机拍图片。对，比如你去旅行，看到漂亮的地方，就会说，哇，这里好美，我要拍一张照。对，这里的拍照可以变成拍照片、拍视频。那你最想去哪里旅行？我最想去海边。海边？哦，我也很喜欢海边。海边就是有海的地方，比如你可以看到水、沙子，还有太阳。对，还有一个词，沙滩，就是你在海边看到的那一片沙。对对对，我喜欢在沙滩上走路，也喜欢看海。你喜欢下海游泳吗？喜欢，不过我游得不太好。没关系，只要注意安全就好。那你平时去旅行，喜欢坐什么交通工具？如果是去远的地方，我喜欢坐飞机。坐飞机，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词吧。
好，飞机就是可以飞在天上的交通工具，比如从北京到广州，坐飞机只要3个小时。对，坐飞机就是你去旅行的一种方式，还有坐火车、坐地铁、坐汽车。对，这些都可以用作。比如我坐地铁去上班，我坐火车去上海。我上次去云南旅行的时候，就坐了火车。云南的风景很漂亮。对，风景就是你看到的自然的景色，比如山、水、花、树。对，还有景点这个词，就是你去旅行的时候想去看的地方，比如长城、故宫，这些都是景点。对，那你最喜欢去看什么样的地方？我喜欢去看山，爬山的时候虽然很累，但是到山顶的时候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，感觉特别好。对，我也喜欢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词，新鲜。对，新鲜就是新的，不一样的。比如新鲜空气、新鲜水果、新鲜的体验。对，旅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，所以大家都喜欢去旅行。那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会买东西吗？会呀，我喜欢买纪念品。对，纪念品这个词可能稍微有点难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纪念品就是你去一个地方玩的时候买的小东西。对，比如一个钥匙扣、小的玩具、明信片，这些都是纪念品。对，我家里就有很多。那你可能是纪念品收藏家哦。收藏家。收藏家就是喜欢收集东西的人，比如喜欢收集邮票的人，也叫收藏家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你去旅行的时候，喜欢住酒店还是民宿？我更喜欢住民宿。我也是。民宿就是不是大的酒店，而是一个人开的房子，你可以在里面住几天。对，很多民宿都很漂亮，也很特别。对，有的还有小花园，有的在山上，有的在海边。对，民宿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对，温暖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，很放松。刚才我们聊了旅行，真的是一个让人开心的爱好。对，不过有的人不太喜欢出去玩，他们更喜欢在家做一些安静的事情。对，比如看书。对，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看书，每天都要看一点，不看就觉得不舒服。哈哈，那真的是一个爱学习的人。那我们先教大家看书这个词。看书就是读书的意思，我们一般说看书更口语一点。对，比如我想要看书，我每天看半个小时的书。对，读书也可以用，不过听起来更正式一点。对，比如我在大学读书，这个时候就不能用看书。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我喜欢看小说。哦，小说这个词可以解释一下。好，小说就是故事的书，比如有的人写一个爱情故事、一个冒险故事，这样的书都叫小说。对，还有历史书、杂志、漫画书，这些也很多人喜欢看。对，杂志就是每个月、每个星期都会出的书，里面有很多文章和图片。对，比如时尚杂志、音乐杂志。对，时尚这个词就是很好看、很流行的。那你看书的时候，一般在哪里看？我一般在图书馆看书。对，图书馆就是有很多书的地方，大家可以去那看书，也可以借书回家。对，有的图书馆还很安静，大家都在认真的看书。对，有时候我也会去，那种安静的感觉让我很放松。对，放松这个词就是休息、舒服的意思。比如听音乐让我放松，旅行也让我放松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看书的人通常都很聪明。哈哈，这个我同意一半。为什么是一半？因为聪明不只是看书，聪明也包括你怎么用学到的知识。知识就是你从书或者学习里学到的东西，比如数学、历史、中文，这些都是知识。对，有知识的人通常会更有想法，也更有智慧。智慧这个词稍微难一点哦。对，
简单来说，智慧就是聪明的想问题的能力。对，说得很好。那我问你，小夏，你看书的时候会做笔记吗？会，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。我也是，我喜欢用不同颜色的笔。哈哈，你这叫学习仪式感。仪式感这个词听起来挺有意思。仪式感就是做事情的时候让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。哦，比如点一支香薰再开始学习，就是有仪式感。对对对。那我们再聊一个爱好，学习。对，很多人可能觉得学习不是爱好，但其实也可以是。对，有的人真的喜欢学习新东西。对，比如学中文、学画画、学跳舞，这些都可以叫学习。那我们教大家几个词：努力、认真、坚持。对，这3个词很常用。努力就是用心去做一件事情，认真就是小心的做，不马虎。坚持就是一直做下去，不放弃。对，这3个词在学习里都很重要。那我觉得很多外国朋友在学中文的时候也很努力。对，我认识的外国学生，他们每天都在练习中文。比如他们听中文歌，看中文电影，跟中国朋友聊天。对，这其实也算是兴趣爱好的一种。对，因为他们真的喜欢中文。那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表达，一举两得。一举两得是什么意思呀？一举两得就是做一件事可以得到2个好结果。哦，比如我学中文又学到了语言，还了解了中国文化，就是一举两得。没错，说得很好。刚才我们说了看书和学习的爱好，现在我们来点不一样的吧。对，现在我们要聊的是跳舞。对呀，我超喜欢跳舞的。我知道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参加过舞蹈社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学校有一个舞蹈社团。社团这个词我们可以教给大家。好，社团就是一群有相同兴趣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，比如舞蹈社、音乐社、中文社。对，在中国的学校里社团特别多。那你喜欢哪种舞？我喜欢街舞，还有现代舞。哇，街舞好酷啊！酷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听过，就是很帅、很好看、很特别。对，那现代舞呢？现代舞就是比较自由的舞蹈，不一定有固定动作。对，就是你可以用身体去表达自己的感觉。其实跳舞的时候，音乐很重要。对，音乐就是你听到的有节奏的声音，节奏就是快慢的感觉。比如有的歌节奏快，有的歌节奏慢。对，我跳街舞的时候，节奏很快，动作也很大。哈哈，我跳不动那么快的，我喜欢慢一点的，比如拉丁舞。拉丁舞，这个好听也好看。那除了跳舞，你还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打羽毛球。哦，打羽毛球。对，羽毛球就是我们用球拍打的那种球，中间有羽毛。对，我们可以说打羽毛球、打篮球、打乒乓球。对，这些运动都可以用打这个动词。对，比如打球、打游戏、打电话，都有打这个字，但意思不一样。对，打球就是玩球类运动，打电话是用手机跟别人说话，打游戏是玩电子游戏。那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健身。健身，那是不是每天去健身房？不一定，健身就是让身体更健康的运动，比如跑步、举重、瑜伽都算健身。哦，那举重是什么意思？举重就是举起很重的东西，是一种运动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我比较喜欢瑜伽。瑜伽是一个从印度来的运动，动作比较慢，可以让身体变得更柔软。对，而且做完之后，整个人都放松了。你知道吗？运动真的可以让人心情变好。对，心情好的时候做什么都更开心。开心就是高兴的意思，比如今天我很开心。对，还有一个词，压力。压力就是让你觉得累、不轻松的感觉。对，
比如学习太多，工作太忙就会有压力。所以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减压。对，减压就是让压力变少，比如跑步能减压，听音乐能减压。今天我们聊了好多爱好，从看电影、唱歌，到旅行、学习，再到运动和艺术爱好。对，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爱好，并且用中文说出来。对，大家可以试着用今天学到的词造句，比如我喜欢，我每天，我会。好啦，今天的 Pony 聊天时间就到这里。我们下次再见。